明明是3昧真火，却被你练成了召唤3个妹子狂舞针，甚至连清洁污渍的净衣术也被你练歪成了除去衣物的净衣术。所有人都嘲笑你是个无能的修仙废柴，可他们哪里知道，你竟是传承了万年一遇的混沌道体，拥有足以颠覆整个修仙界秩序的禁忌之力。之所以法术练歪，是因为你还未真正觉醒血脉中的混沌道法，导致你只能在外门默默蛰伏，一苟就是1万年。而今天正是青云宗100年一度的外门考核日，这也是你第100次将手按在测灵石上。众人看着你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小子又失败了，他的灵力微弱到几乎察觉不到。不愧是咱青云宗的万年废柴，佩服啊！而高台之上站着的正是今天的主考官，青云宗宗主亲传的内门第一天骄赵天昊。就这点灵力，连做我脚下尘埃的资格都没有。下一个。喂，废物，每年都来丢人现眼，你不嫌烦，我们都看腻了。老子再忍一忍，只要等到师姐出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师兄教训的事，我这就走。给我滚出青云宗！你这种废物留在宗门就是浪费宗门的灵米。我的远景袍，这可是天昊哥送我的，你找死！别，师兄息怒，我能用独家秘法帮你弄干净。就凭你一个连测灵石都点不亮的废物，怎么弄？我别的法术不行，但净衣术练了上万遍，绝对熟练。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田小森决定放手一搏。净衣术，我放。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净衣术？我看是净身术才对吧？哇，兄弟身材不错啊！顷刻间，整个考场的弟子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而跟班则双手捂住关键部位，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羞愤欲绝地发出一声尖叫，落荒而逃。怎么回事？我就是想帮他洗一下衣服啊，怎么会把他的衣服全扒光了？田小森，你死定了！明明是3昧真火，却被你练成了召唤3个妹子狂舞针，甚至连清洁污渍的净衣术也被你练歪成了除去衣物的净衣术。所有人都嘲笑你是个无能的修仙废柴，可他们哪里知道，你竟是传承了万年一遇的混沌道体，拥有足以颠覆整个修仙界秩序的禁忌之力。之所以法术练歪，是因为你还未真正觉醒血脉中的混沌道法，导致你只能在外门默默蛰伏，一苟就是1万年。而今日，你因为在昨天的考核上得罪了主考官，而被罚到这灵药园里做苦力。森哥，眼前出现的正是宗门食堂的帮厨，也是你在这方世界里唯一的好兄弟朴不齐。快，趁管事不在，给你带了只烧鸡。哦，谢了，兄弟，还是你懂我啊？懂个屁！我真搞不懂你。那赵天昊的狗腿子当众羞辱你，你怎么还好心帮他？现在好了，被罚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嘿嘿，我那是意外，纯属法术失误。不好了，紫云虚，我的紫云虚要死了！田小森和朴不齐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留着山羊胡的管事正围着一株被灵气罩保护的植物团团转。那植物形如龙须，通体紫色，此刻却变得肉眼可见的枯黄。那可是3品灵草紫云须啊，此乃炼制紫云丹的主药。听说这一株就价值上千灵石。王丹师、李丹师，快来呀！紫云虚快不行了！几位丹师很快就赶到了，他们对着那株紫云须施展了各种回春法术，但都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紫云须彻底变成了一株枯草。完了！宗主要是怪罪下来，我这条老命恐怕都难保了。你这个废物还愣着干什么？快把那株死草给我处理掉，扔到后山。这么贵的灵草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森哥，别多事，赶紧扔了就完事了。田小森看了看朴不齐，又看着那愤怒的管事，再看了看那株可怜的灵草，突然一股倔劲涌了上来。管事，要不让我试试吧？你一个连净衣术都用不明白的废物，你想让他当场爆炸吗？滚！反正他都已经挂了，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了。不等管事阻止，田小森迅速施法，将体内那少得可怜的灵力全部调动起来。恢复生机，回到春天，回春术。恢复生机，回到春天，回春术。随着田小森的施法，一道强光从田小森掌心涌出，笼罩了整株紫云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地看着。然而，我的紫云须呢？是啊，森哥，灵草呢？
好你个田小森，毁尸灭迹！你这是毁尸灭迹呀！我今天非扒了你的皮！哎呀，完了！这次完大了，回春术好像变成回村术了。就在这时，一道剑光从天而降，一名巡山弟子御剑飞来，神色激动，禀告管事，大喜事，大大的喜事啊！喜你妹！我的灵草都没了！啊，没了？怎么会呢？我刚在后山巡逻，发现断云谷里凭空长出了一株橙色极品的紫云须，灵气充沛，比档案里记载的还要好。那地方正是紫云须的原生环境啊！此言一出，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方才还满脸怒容的管事，表情瞬间凝固，下一秒就被极度的震惊与难以置信所取代。而你这个老六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啥回事。回村，难道我的法术不是让他回到春天，而是让他回到了自己的根源之地？小子，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妖法？夜里回到屋里的田小森盘腿坐在床上，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何自己的法术总是会变歪。静一变成了静一，回春变成了回村，我这修的到底是什么道？凝水诀，我放！他伸出手，再次尝试控制灵力，想捏出一个最简单的水球。哎呀，完了！就连凝水诀都变成凝冰诀了。再这样下去，师姐迟早会把我当成怪物。就这样，田小森带着满腹的困惑沉沉睡去。我这是在哪？后辈小子，你是在苦恼吗？谁？是谁在说话？后辈小子，你是在苦恼为何你的法术总是不听话吗？你怎么知道你是谁？你执掌的正是这被遗忘了万年的混沌道法，而你的身体也传承了万年一遇的混沌道体。我才不要什么混沌道体，我只想和师姐安稳的在宗门躺平。你以为你藏得住吗？你每一次运转灵力都是在宣告混沌的回归，当世人们发现你的存在后，必将视你为异端。啊，那怎么办？我要怎么修炼才不会把法术练歪？当你不再刻意去练，而是随心去感受时，你便走在了正确的路上。记住你的力量。喂，你把话说完了，我的力量怎么了？你的力量和我的一样，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非常之恐怖。后辈小子，你务必好好修炼，日后整个修仙界恐怕都得靠你撑着了。我的法术有自己的想法，整个修仙界都要靠我撑着。前辈，森哥，赵天浩他找上门来了。我想问的事情还没问完呢，是谁在外面乱吼乱叫，打断了我的梦？我想问的事情还没问完呢，是谁在外面乱吼乱叫，打断了我的梦？原来是赵师兄大驾光临，不急，还不赶快把咱们最好的白开水端上来。田小森，少在这嬉皮笑脸，上次让你侥幸逃脱，今天我看谁还能护着你。赵师兄，您可是内门天骄，亲自来我这破地方指点我这个外门废柴，我真是三生有幸，受宠若惊啊！森哥，你别刺激他了。指点你？你也配？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序。赵师兄好身手啊，不愧是宗主亲传。废话少说，给我站住！森哥，你快跑啊！但千万别往后山去，那边是禁地。不急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就是故意往后山跑的。赵师兄，你这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传出去就不怕被咱青云宗第一美人林清雪师姐笑话吗？田小森故意把林清雪三个字喊得又响又亮，在山间甚至带起了一丝回音。你还敢提清雪师姐，找死！被言语彻底激怒的赵天浩决定不再留手，全身灵力暴涨，准备给田小森致命一击。而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剑光破空而来，精准无误的把赵天浩给弹开了。来者正是青云宗第一大师姐林清雪。林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每日此时都会经过此地去后山练剑，倒是你赵天浩，身为内门弟子，竟然对一个外门师弟下此重手，不觉得丢人吗？
师姐，你别被他骗了，这小子油嘴滑舌，修炼歪门邪道。我师弟说的对，什么？你的行为的确很让人笑话。此刻的赵天昊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在林清雪强大的气场下，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还不快滚！赵天昊狠狠地咬了咬牙，怨毒地瞪了田小森一眼，最终还是不敢违逆，悻悻离去。而方才还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田小森，转瞬就换上了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师姐，你来的可真准时，我这边台词都快用完了，差点就演不下去了。哦，这么熟，你是故意往这儿跑的？正是。哼，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每次都用这种危险的法子。这不是对师姐你有信心吗？我硬拼肯定拼不过，就只能在软实力上动动脑筋了。满嘴歪理。我这可不是歪理呀，这是混沌道法教我的第一课，万事万物皆可计算。下次再这么胡闹，我可就真不管你了。放心吧，师姐，我很快就不用再让你为我出头了。任务大殿内人声鼎沸，巨大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种任务，弟子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正激烈的讨论着。快看快看，赵天昊师兄他们把斩杀3阶妖狼的任务给接了。内门第一天骄果然名不虚传啊！能拿下这般高档的任务，那奖励可不是一般的丰厚啊！而赵天昊正享受着周围羡慕和敬畏的目光，在一众内门弟子的簇拥下，意气风发地从任务长老手中接过卷轴。长老，任务已接，我等必定不辱使命。好啊，赵天昊，我们宗门的未来就靠你们这些栋梁了。此刻的田小森和朴不弃二人正缩在大殿一角，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森哥，你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俩，我们的贡献点都快扣成负数了，再不接个任务，食堂的肉包子都吃不起了。急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说不定天上掉馅饼，砸个轻松又简单的任务给咱们呢。田小森，弟子在，长老有何吩咐？哼，你还好意思问？上次在灵药园胡闹，上次当众施展怪异法术，你以为这都过去了？完了，秋后算账来了。鉴于你屡次违反门规，毫无进取之心，宪罚你接下这个任务，以儆效尤。长老手指一弹，一道光芒从任务墙上飞出，直直地落入田小森手中。田小森低头一看，手中的任务卷轴上写着几个大字：清除黑风山野猪妖。野猪妖，这活儿又脏又累，贡献点还少得可怜，根本没人愿意接啊！让他去对付猪妖，真是绝配呀！活该呀！谁让他整天惹是生非？长老，这不公平！你和田小森同住一屋，平日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理应承担连带责任。怎么，你有意见？没意见。哼，废物就该干废物的活，好好去跟猪玩吧，别污了宗门的清净。不久后，二人挪挪蹭蹭地来到黑风山，此处隐约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一股诡异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里发毛。二人搜寻了好一阵子，始终没见到猪妖的身影。森哥，天都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来吧？不行，任务有期限，拖一天就被多扣1天的贡献点。此时，密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嘶。森哥，你确定这只是普通的野猪妖？森哥，你确定这只是普通的野猪妖？也许他只是看上去显得厉害，没准你一拳就能把他解决了。好，那就让我来试试，到底是他的皮硬，还是我的拳头硬？看招！怎么回事？刚刚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别慌，他可能只是物理防御高，咱们用法术就好了。此时，野猪妖突然发出一声震天怒，猛地朝着田小森的方向一头撞去。要死了！什么法术？你倒是快用啊！好，看我的定心术，我棒！森哥，你刚刚喊的啥术？我好像喊差了，本来想喊定身术的，突然一紧张喊成定亲术了。救命啊！你不要过来啊！森哥救我！我不想英年早婚，更不想跟一头野猪成亲啊！
等等，上次给灵草治病，我想用回春术，结果喊成了回春术。直接让他回家不就好了吗？回春术，我放。森哥，是不是结束了？结束了，他应该已经回老家结婚了。这黑风山的野猪妖堪比筑基中期的妖兽，就连内门弟子都得组队前往。这2个外门弟子是如何做到的？难道是老夫看走眼了？这2小子莫非是深藏不露的绝世高人，还是他们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邪门歪道？经过上次合力解决了野猪妖后，2人在宗门里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点名气。可这份名气非但没给他们带来便利，反倒让他们惹上了更大的麻烦。都安排好了吗？浩哥放心，筹签的王执事已经打点过了。这场比试就是田小生对阵内门专修体术的时髦，保证把那姓田的打得满地找牙，把咱上次丢的面子全找回来。干得不错，哼，废物就该有废物的样子。森哥，你真要上啊？你以为我想啊？宗门规定外门弟子必须参加，我都拜了3天的神佛了。我宣布，第1轮第7场比试由外门弟子田小森对阵内门弟子石莽。话音刚落，只见一个身高近2米、肌肉虬结如岩石的壮汉从天空中砸下，手里还攥着一根粗实的玄铁棍。他将玄铁棍往地上一顿，坚硬的青石擂台都被砸出了一个坑。哎呦我去！是石猛，听说那人力大无穷，一拳能打死18头牛，这还打个屁呀！森哥，咱还是弃权了吧。人呢？你就是田小森，听说你很邪门，不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虚妄。田小森看着那比他大腿还粗的胳膊，咽了咽口水。完了，怎么办？比试正式开始，2位请出招吧。小子，石某今天便让你长长见识，瞧瞧俺的真本事，吃我一招！看来得用防御类的法术，金刚不坏之身定能扛下这一击。看我的金刚咒！我大意了啊，没有闪。怎么回事？金刚都被我照出来了！我的天哪，原来田小森这小子还会这等神技。是啊，之前我们还笑他是万年废材呢。我宣布，此场比试田小森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失控的力量就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不行，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害了他。我必须找到办法。田小森，你随我来。林清雪带着田小森穿越空间，悄然潜入了宗门禁地藏经阁。2人行至阁楼最深处，眼前的书架高耸入云，空气中弥漫着古老纸张和腐朽木头的味道，每一本古籍都散发着古老的禁忌气息。我的乖乖，这地方得有多少年没人来过了，跟个鬼屋似的。这里的古卷都是宗门传承中最古老、最神秘的禁书，那些正统典籍里找不到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被列为禁忌的古卷里了。希望我们能在这里找到关于你特殊体质的真正答案。别愣着了，咱们分头找，把任何与力量失控和一种灵力的相关记载全都找出来。师姐，这儿好恐怖，人家怕。起开！人家怕嘛。弯道极路混沌篇。快打开看看。天地初开，万法归宗，然有大道，另辟蹊径，不遇灵，不控法，直指本源，其名混沌。这里还说，混沌道法是不遵循灵力控制的法则，它是直接作用于概念与因果。概念、因果，这是什么意思？翻到后面看看。田小森划过书页，继续往后翻，书中的记载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到他先前练歪了的所有法术，其错音与症结都尽数罗列在纸上。这内容看得他心头发紧，心惊肉跳。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先前练歪了的每一门法术，原来都不是意外，不是我天赋差，而是我的法术天生就会拐弯。快翻，后面还有一页。混沌者，无序之源，万乱之本，为秩序天道之天敌。身负此道体者，必遭天妒，为世所不容，终将为天地万物所忌，化为天灾。最后一页的内容如同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田小森的头上。
原来我压根就不是什么万年废柴，而是一个行走的天灾。喂，我说田小森，这后面还有一句话没看呢，你急着哭啥呀？田小森赶忙顺着林清雪的手指看去，只见书页角落不起眼的地方还写着一行小字：混沌道法，变数之极，也或成为师门一线生机。吾将以此为题，闭关钻研，临玄之笔。嘿嘿，说我或许能成为师门的一线生机，听起来还不错。但这临玄之是谁？那是我师父的名字，他失踪前研究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混沌道法。回到房间后，田小森失魂落魄地坐在桌前，得知自己身负被禁忌的混沌道法后，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来不是我学艺不精，而是天生就这么歪。那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岂不都是个笑话？森哥，别一个人发霉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这是啥玩意？这可是我特地去后山给你找的七彩琉璃果。看着果子长得就喜庆，闻着就香甜，肯定是人间极品。我没胃口，你自己吃吧。就等你这句话呢，这等美味，错过便是罪过。真甜啊，入口即化，还有一股奇特的。不急，你怎么了？这时，剧毒瞬间在朴不起体内爆发，紧接着他的脸上迅速泛起一层诡异的气息。他想说话，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救命啊！住在隔壁的林清雪听到叫声，快速赶了过来。当他看到地上的朴不齐和旁边掉落的野果，脸色一下就变了。七绝断魂果，这果子的毒性相当厉害，看他这状态，毒素恐怕已经攻心入脉，现已经来不及炼化毒丹了。他怕是撑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了。不急是因为我才去摘的果子，他绝对不能出事，不管用什么方式，法术歪成啥样，也要治好不急。小森，你不会是想……师姐，看我的解毒术，我放。这怎么可能？难道小森已经完全参悟混沌道法了？就在林清雪以为危机解除的瞬间，田小森的脸色唰的一下骤然巨变，他猛地捂住自己的肚子。师姐，情况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失控啊！到底怎么了？田小森的解毒术确实生效了，但混沌道法却将朴不起体内所有的排毒反应，以最猛烈的方式转移到了田小森的肚子里。师姐，怎么回事？我刚刚是睡着了吗？森哥为啥跑这么快？我不行了，我去一趟茅房。去茅房？听你这么一说，我怎么突然感觉浑身无比舒畅，就像有人刚刚帮我拉完了所有的屎一样。嘿嘿，这就很奇怪了。看来这混沌道法也并非全是坏事。这段日子，田小森的名号与事迹已在宗门里传得沸沸扬扬，而内门第一天骄赵天昊也屡屡在田小森手下吃瘪。他终于忍不住了，决定向宗门最高掌权者告发。肃穆庄严的宗门大殿内，玄冥子一身威严立于宝座之上。师尊，田小森先是施展妖法令同门当众脱衣，后又用鬼术将灵草传送无踪，昨日更是对朴不齐施展邪术，险些闹出人命。此等妖人实乃我青云宗的祸害啊！天昊，你身为内门第一天骄，当知凡事须讲证据。你所说的这些可有实证？弟子亲眼所见，林清雪师妹也在场。此人法术诡异，绝非正道，恳请师尊明察，废其修为，以正门风。传田小森、林清雪过来见我。不久后，田小森和林清雪来到了长长的石阶前。师姐，宗主他老人家不会真信了赵天昊的鬼话，把我当成废柴劈了吧？一会儿无论宗主问什么，你都一口咬定是自己天生灵力不稳，无法精准控制法术，把自己说的越可怜越无辜越好，多一个字都不要说，明白了吗？可我这能力……你的能力是什么？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在宗主面前，未知就是最大的风险，装傻才是唯一的活路。田小森，弟子在。天昊说你修炼邪术，法门诡异，可有此事？弟子冤枉啊！弟子天资愚钝，自小就灵力不稳，控制法术时常失控，就连尿尿也经常分叉。弟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一派胡言，一派胡言！灵力不稳，岂能次次都产生如此荒谬的结果？师尊，他分明是在狡辩。启禀宗主，小森师弟所言非虚，他自入门起，灵力便异于常人，
此事许多外门弟子都可作证，他心性单纯，绝无修炼邪术的可能。哦，那昨日救治朴不齐之事又作何解释？七绝断魂果之毒，寻常丹药根本解不了，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弟子当时看不起，快不行了，就想着把他的毒给解了，然后弟子就拉肚子了。弟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弟子的肚子比较乐于助人吧。你简直胡说八道！宗主看着下方惶恐的田小森，脸上那万年不变的威严之色居然缓缓褪去，显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好了，你虽灵力怪异，但心存善念，危急关头能舍身救人，亦是难得。这瓶凝神丹你且收下，或对你稳固灵力有益。田浩，你身为大师兄，不思如何提携同门，反而在此捕风捉影，无端猜忌，罚你面壁3日，好好反省。师尊，你闭嘴！田小森，好好修炼，莫要辜负了你的这份善心。多谢宗主。等众人走后，宗主脸上的温和与慈祥如假面般瞬间褪去，他的眼神骤然变得冰冷，又透着一股浓烈的贪婪。灵力不稳。这既熟悉又让人脊背发凉的气息绝不会错，这是混沌道体，数百年了，终于又出现了。1个月后，青云宗100年一度的秘境凌空开启，传闻内有上古法宝、绝世灵药，是所有弟子一步登天的机缘。小森，你必须进去。师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天生没什么好运气，别说寻宝了，真要是进去，恐怕反倒成了妖兽的盘中餐。我师父失踪前曾留下一封密信，说他将关于混沌道法的毕生研究线索都藏在了这次开启的秘境之中。混沌道法，这不就是我这歪门邪道法术的根源吗？如果再能找到点其他线索，说不定我就能控制住这该死的能力了。师姐快走！一想到能摆脱歪术的困扰，田小森立刻踏入秘境。秘境内的一座山头上，云雾缭绕，而对面100米之外的悬崖峭壁间，一株流光溢彩的栖霞莲正迎风摇曳，周围还有淡淡的金色光幕闪烁。师姐快看，是栖霞莲，传说吃一半就能增长10年修为。别冲动，你看它周围的金色光幕，那是上古禁制，如若强行触碰，会引来杀身之祸。话音刚落，一道嚣张的声音从2人后方传来。这不是我们青云宗的万年废柴田小森吗？怎么，你也配觊觎这等天才地宝？浩哥，这废物估计连禁制是什么都不知道吧？他要是赶过去，怕不是要被禁制直接轰成渣了。好狗不挡道，谁拿到是谁的本事。你的本事不就是施展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歪门邪道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剑来！好强的禁制啊！这禁制与山体相连，除非有通天修为，否则无法强迫。小森，我们还是去别处寻找线索吧。师姐别急嘛，强攻不行，我们可以巧取啊。哦，怎么巧取？只要不碰禁制，使用可以隔空取物的法术探云手，把灵药隔空取过来不就行了？嘿嘿，我真是个小天才。口中念念有词，我放。怎么回事？难道是我姿势不对？那是什么东西？只见方才被炸出的坑洞里出现了一张看起来年代极其久远的地图，地图的一角还刻着一个微小的印记。这是我师父的星罗盘鱼图。所以师姐觉得我这探云手用的如何？根据地图的指引，田小森和林清雪避开了所有人的视线，悄然深入秘境中那片从未有人踏足的区域，最终在一座巨大的瀑布前停下。地图上说入口就在这瀑布后面。没错，我小时候师父带我来过这里，他说这是他的静思之地。走，进去看看。2人穿过瀑布走进山洞，洞内的环境没有想象中的潮湿阴冷，反倒干燥而整洁。一张石桌上还摆着一套茶具和一些草图。这是师父最爱用的韩愈茶具，这里应该就是他当年的研究室。我们找到了这里，就一定能找到师父失踪的真相。这些草图像是在描述一种极不稳定却又威力无穷的力量，这不就是我的歪术吗？这些就是师父当年研究混沌道法时画的草图，他想将混沌道法稳定化，把它原本的害处转变成益处。是师父的手迹。混沌之力并非邪恶，而是万物之始，其性不定，如吴江野马，若能寻其道之锚点，便可令其驯服。道之锚点是什么东东？师父说，他从一门上古的秩序道法中找到了灵感，
只要将两种相悖的力量以特定法阵进行中和，就能暂时压制混沌道法的暴增。那我的歪术岂不是有救了？小森，你快看这！我成功中和了混沌之力，但我也因此发现了宗门最大的秘密。他要吞噬混沌道法，他想成为新的神，我必须阻止他，我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他是谁？林清雪的面庞早已没了半分血色，她将手记翻到了最后一页，可这最后一页只有寥寥几个字是用已经干涸发黑的血痕写成的。这个令牌图案他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正是青云宗最高掌权人玄冥子的宗主令。师父原来是被灭口的，而他说的人竟然是咱们宗主。师姐，师父说的混沌无序，道法自然，这不就是我平时施法的状态吗？这么说，师父当年研究的就是这法力极其不稳定的混沌道法。师姐的意思是我这总是会放歪的法术，可能不是什么邪术，而是妖法。赵天昊，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会在这？我当然是一路跟着你们这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过来的。果然不出我所料，田小森，你根本不是什么运气好，你就是个继承了妖法的异端。你是一个屁！而你林清雪，宗门待你不薄，你却助纣为虐，与这等异端同流合污，真是瞎了眼了。赵天昊，力量本无正邪之分，有正邪的从来都是人心。你三番五次针对小森，不过只是嫉妒心作祟罢了。嫉妒？笑话！我会嫉妒一个只会旁门左道的废物？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清理门户，这一季里的一切都该归我青云宗正统所有。抓住田小森，生死不论，给我上！找死！林清雪，你竟敢为了一个外门弟子公然对抗宗门执法！宗门执法？废物，吃我一招！师弟小心！师姐，小森，快跑！现在没人能护你了，把你身上的秘密连同这座遗迹一起交出来吧！你竟敢伤了师姐！是他自己蠢，非要帮你这废物挡刀。怎么，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难道还想报仇不成？我需要一个帮手，谁都可以，来个能收拾掉他的帮手。召唤术，给我滚过来！话音刚落，一股前所未有的混沌灵力从田小森体内轰然爆发，整个山洞狂风大作，周围的石壁震动不止，仿佛下一秒就要崩裂坍塌一般。可没过多久，山洞内突然又平静了下来，赵天昊和他的手下依旧站在原地，毫发无伤。我还以为多大阵仗呢，原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哼，真是黔驴技穷。田小森，你的闹剧该结束了。哼，真是黔驴技穷。田小森，你的闹剧该结束了。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赵师兄，你去哪？他快不行了，大家合力给他最后一击！给我滚过来！什么回事？这是哪啊？咦，队长，你看这妖兽怎么变成人了？哟呵！小小妖兽，死到临头还敢化成人形，妄图蛊惑我等！快给我轰死他！不要啊！而此刻的山洞内，那头狂暴的妖兽凭空出现。田小森的混沌道法把一个同样在求助的帮手和一副攻击施法者角色互换了位置，妖兽对着眼前那个古代的几人直接发动攻击。师姐，我们走。田小森抱着林清雪，头也不回的朝着秘境出口的方向冲去。此刻秘境出口的光门剧烈波动，田小森带着昏迷不醒的林清雪踉跄着冲了出来。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师姐，我们安全了。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师姐，我们安全了。可当田小森抬起头的瞬间，心却沉入了谷底。只见宗主和数名长老以及一队守山弟子负手而立，一旁还站着一个狼狈不堪的身影，正是同样刚脱困的赵天昊。
宗主，长老们，就是他，就是田小森，他修炼邪术，在秘境中偷袭我，还打伤了林师姐，意图抢夺秘境核心机密，弟子们拼死才逃了出来，请宗主为我做主啊！什么？田小森居然敢对赵师兄下黑手，居然连林师姐都不放过，这简直是宗门败类啊！你放屁！明明是你觊觎宝物，偷袭我们在先，师姐是为了救我才。你给我闭嘴！宗主，师姐她伤得很重，您先救救她。事情的经过，弟子可以慢慢解释。此刻的宗主脸上毫无怜悯，他并没有理会田小森的请求，反而他嘴角勾起的诡异笑容让田小森心头发凉。外门弟子田小森修炼禁术，盗取秘境机密，残害同门，背叛宗门，罪无可赦。田小森，你还有何话可说？此刻的田小森终于反应过来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正在他的脑中浮现。山洞里师傅的手记写的果然是真的，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从头到尾根本就是一个早就布好了的局。好，既然不说话，那我便以青云宗宗主之名在此宣布，给我废除田小森全部修为，打入思过崖，终身监禁，即刻行刑。青云宗宗主赵天昊，还有所有想要我田小森命的人，我若能活下来，今日之辱，来日我田小森必将百倍奉还。宗主的判决是废除修为，没说要留他性命。不过这思过崖下的罡风，恐怕不出3日就能把他吹得神魂俱灭。别废话了，赶紧把他扔下去，晦气！这混沌道体果然是万年不遇的奇才啊！可惜锋芒太露，他终究只是个为我做嫁衣的蠢货。待我从这瓶灵清血的精血之中逆推出混沌道体的奥秘，那整个修仙界的秩序都将由我来重新书写。至于田小森那个小子，马上就要被罡风吹成粉末了。这就是思过崖，灵气稀薄到几乎没有。这时，一股肉眼可见的黑色罡风，如同索命的鬼爪一般，向田小森席卷而来。尽管来吧，我若能在这活着出去，你们每一个想要我田小森性命的人，必将收到1000万倍的报复。田小森张开双臂迎接黑色罡风，然而预想中撕心裂肺的痛苦并未降临。黑色罡风非但没对他造成伤害，反而出现一丝丝黑色的废灵之气钻入他体内。这又是怎么回事？突然，被封印在田小森丹田深处的混沌道体，竟在这股废灵之气的滋养下，肉眼可见的复苏起来。这专门消磨修士修为的废灵之气，对我竟是大补之物。他们眼中的绝望之地，对我来说竟然是块宝地。这时，他体内的混沌道体仿佛受到了某种指引，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飘向一旁。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就是这里，果然有古怪。田小森猛地抬头看向洞府最深处，只见平台上悬浮着一些大字：万道奇录混沌篇。这是完整的混沌道法，我不是废物，我修炼的是真正的上古道法，而这里好像是早年修炼混沌道法的某位前辈的作画之地。后辈小子，想学啊？我教你啊！你不就是第3集进入我梦里的那个臭老头吗？混沌道法随心而动，意在行仙。小子，忘掉你学的那些死板法诀，问问你的心，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下山吃烧鸡，想抱师姐的大腿，可以吗？臭小子，你给老夫端正了态度说话。头好疼。啊，这是在做梦还是幻觉？给我飞起来！没灵力就是个屁，真是个老骗子。这时，2个负责看守思过崖的弟子不怀好意的朝田小森走了过来。哟，这不是我们青云宗曾经的天才吗？怎么沦落到这儿玩泥巴了呢？听说他被废了修为，真是闻者开心，见者大快人心呐！
两位师弟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吗？赵天昊师兄托我们给你带句话：废人就该有废人的样子，别痴心妄想能翻身。原来是赵天昊的狗腿子，呵呵，还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是你今天的晚饭，吃吧，记得要感恩戴德哦。敢羞辱我！按老前辈的残魂所说，问问自己的心，我现在最想干什么？田小森目光扫过地上的馒头，又看了看眼前的二人那副小人得志的贱样。我不想绊倒他们，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我想控制这两个贱人，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脸。看我的御剑术，我放！御剑术，我放！他疯了，他对着我们用御剑术，他御什么？御我们的牙吗？笑死我了，他连块石头都……我的身体好像动不了了，不听使唤了。你干嘛打我啊？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的手自己打的。我也不是故意的。一看你就是故意的，想打架是吧？来吧。田师兄，我错了。田师兄是天底下最帅的人。田师兄是绝世天骄，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只是想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而已，他们怎么互相扭打起来了？不久后，两名弟子终于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他们顶着红肿的猪头脸，惊恐地看着田小森，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一般。你用的到底是什么妖法？嘿嘿，这御剑术果然够剑，原来我的法术是按照我的真实想法来的。哦，那岂不是说只要我想干嘛就干嘛？小森呢？小森呢？师姐，你终于醒了。不齐，我昏迷了多久了？师姐已经昏迷好些日子了。啊，那小森呢？他还好吗？师姐，森哥他为了保护你，被宗主废除了修为，打入了思过崖。什么？废除修为，打入思过崖？是的，师姐，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森哥啊！要不我和你一起去找宗主，替森哥求求情吧。宗主不会放人的，不齐，从今天起，我们只能靠自己了。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师姐，你说，只要能救森哥，上刀山下火海，我朴不齐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不齐，你在食堂工作，三教九流的人都能见到，消息最是灵通。从现在开始，我要你帮我暗中收集一些情报。收集情报？没错，记住，重点收集2项信息。第一，宗主和他亲信最近所有的反常举动。第二，当年那些忠于我师父的长老们，他们现在的动向，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我明白了，师姐，我一定办到。接下来的几天里，朴不齐遵循师姐林清雪之命，在厨房与食堂四处奔走收集情报。他心思极细，就连一只小虫的动静都逃不过他的观察。几日后，朴不齐把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汇报给了林清雪。抽取灵隐，赵天昊是宗门第一天骄，灵力纯粹。难道宗主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小森，而是……而此时，被囚于思过崖的田小森却因祸得福，此地奇特的灵脉竟让他体内的混沌道体之力彻底觉醒，实力暴涨。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向一旁的山脉。现在的我感觉自己强得可怕。宗主，你把我关在这儿，恐怕是你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我倒要看看，是你这山脉硬，还是我的拳头硬。看我的高阶法术破壁神拳！痛！搞什么？力量明明强了100倍的我，怎么还跟个废物一样？可恶，出不去，什么都做不了。师姐在外面肯定急坏了，而宗主那个老狐狸现在指不定还想着怎么在背后算计我呢。我真想立刻马上亲眼看看宗主那老贼到底在干什么。此刻，田小森体内的混沌道法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响应了他的呼唤。这是什么？林玄之之墓，那是师姐的师傅的墓地。是宗主。师兄啊师兄，当年你发现我偷阅你的手迹，修炼混沌道法，察觉到了我的野心，便想将我公之于众。可惜啊，你太重情义，被我抢先一步污蔑你修炼禁术，让你在整个宗门面前身败名裂，最后你走火入魔，意外惨死。
如今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正道表率，可谁会知道我才是那个最渴望得到混沌之力的人。如今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完美的混沌道体。原来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我。等到宗门大典那天，我便会用赵天昊那个自以为是的蠢货作为灵引，激活我准备了数百年的偷天换日大阵。届时，在思过崖下已然修炼成熟了的田小森，其混沌道体本源就会被我抽干吸尽，助我一举突破化神之境，成为这方世界唯一的主宰。就连赵天昊也只是一枚棋子而已。真是个可悲的家伙。不行，我不仅要出去，我还要让他血债血偿。这里一定还有其他出口。知晓了宗主全部阴谋的田小森再无半分迟疑，他当即御空而起，在连绵山崖间快速穿梭搜寻，最终在一处狭窄的山体缝隙里，赫然发现了一座由重兵把守的空间法阵。这里恐怕就是通往外界的出口了吧？好啊，正好拿你们这些走狗来试试我新领悟的力量。那田小森被关进去这么多天，估计早就已经疯了吧？一个修炼歪门邪道的废物，也敢得罪宗主和天昊师兄，真是活该。是谁？田小森，你怎么找到这的？你猜？我猜你妹！大胆叛贼，竟敢私逃禁地，给我拿下！大胆走狗，竟敢说我是大胆叛贼，给我跪下！我的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你们很想打架是吗？正好我最近学会了一门独家秘法，专治你们这种狗仗人势的贱骨头。看我的御剑术！呸，啥也不是。而此刻的林清雪和朴不齐正在山顶上面色凝重地望着思过崖的方向，眉宇间满是担忧。师姐，老大他不会真的出事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天了？不会的，小森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的。不辜。不辜是小森的暗号。小森，是你吗？是你出来了吗？你没事吧？正是我田小森。师姐，我没事。可我们有事啊，老大。我在思过崖下修为暴涨，一时掌握不住力度，下次一定小心。老大，你可想死我了！没有你的日子里，你知道俺是怎么过的吗？好了，才多久没见，怎么像个娘们似的？先别哭了。师姐，我有天大的事要告诉你。是不是关于我师父和宗主的事？是的，宗主当年害死了你的师父，嫁祸于他，夺走了混沌道法的研究成果。他把我关进思过崖，就是为了等我的混沌道体成熟，然后在宗门大典上以赵天昊为灵引，吸干我的修为，助他突破。小森，你说的这些事情，近日我在宗门做调查，也早已有所察觉。师姐，你查到了什么？这是我从宗主书房找到的，是师父的手记残页。我一直看不懂上面这个叫灵引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全对上了。意思就是宗主需要一个与被夺取者体质相近，但又甘愿被献祭的天才作为灵引，才能完美夺取混沌道体本源。而赵天昊就是此次大典的祭品。许久不见，你倒是变聪明了那么一丢丢。是宗门大典的钟声，大典开始了。走，我们去给宗主送一份大礼。宗门大典上，气氛庄严肃穆，空中巨大阵法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宗主玄冥子身着华贵长袍，面容肃穆，而赵天昊盘坐于阵法中心，双目紧闭，身上的灵气正被大阵缓缓抽取。我青云宗千年基业，今日将再攀高峰。天昊，你身为宗门天骄，当为宗门献身，以你的纯净道体为灵引，助本座开启护山神阵，光耀万代。弟子愿为宗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此刻的宗主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就在他即将催动大阵彻底吞噬赵天昊的灵力之时，单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阵法一旁。玄冥子，你这场为宗门献身的大戏演得不累吗？
玄冥子，你这场为宗门献身的大戏演得不累吗？志田小僧，他不是被关在思过崖吗？他怎么敢折乎宗主名讳，还敢打断大典仪式？田小森，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是怎么出来的？你猜？哼，这还用猜吗？肯定是施了什么邪术逃出来的。田小森，你这邪魔歪道，竟敢污蔑师尊！师尊一心为公，岂容你这等败类在此乱叫？一心为公，呵呵。玄冥子，你敢对着全宗门的弟子发誓，你启动大阵不是为了吸干赵天昊的天赋嫁接到你自己身上吗？一派胡言，简直是血口喷人！本座乃一宗之主，光明磊落，岂会行此等宵小之举？好一个光明磊落！那我便让往事重现，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如何光明磊落的。哼，装神弄鬼！回速术，我放！话音刚落，只见一道无比玄奥的金色光芒从玄冥子的天灵盖冲天起。这是什么妖法？那是师傅。师兄，你可别怪我啊！谁让你发现了混沌道法的秘密？今后你的这本手记就由我来替你保管了。师兄放心，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就说你修炼时走火入魔，自己跳下悬崖身亡了，你说妙不妙？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呆了。画面中那张贪婪狠毒的脸与他们心中崇高师尊的形象判若两人，而赵天昊内心深处那份对师尊的绝对信任，此刻正轰然破碎。师傅怎么会？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天啊，宗主他杀了林师伯！原来林师伯不是走火入魔，是被宗主教唆的。万万没料到啊！我们向来敬仰的宗主，竟是如此卑劣的小人。田小森，我要杀了你！既然你们都看到了，那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田小森，我要杀了你！既然你们都看到了，那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你们以为这世上真有什么绝对的正道和秩序吗？天昊，你以为我平时教你的是秩序，是正统？错了，那只是圈养你们这些蠢材的枷锁而已。师尊，你骗了我们所有人！骗！我只是在追求那至高无上的混沌道法而已，它才是世间唯一的真理。为了它，杀一个师兄，牺牲一个徒弟，又算得了什么？既然秘密已经守不住，那就用你们的血肉来庆贺我的新生吧！哦，你竟敢反抗我！哼，我赵天昊此生都在维护宗门秩序，今日我便要清理门户，铲除你这个青云宗最大的异端。好，很好，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混沌力量，都给我去死吧！几只蝼蚁而已，你们以为一点不入流的小聪明就能撼动真正的混沌吗？好强的力量，森哥怎么办？大家别慌，有我在，看我的幻身术，我放！哎呦我去，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妖法？嘿嘿，我好像成功了。师姐，你快看呐，森哥竟然把宗主给变成毛毛虫了！田小森干得漂亮，他的神魂被困在小虫子身体里面了。田小森，你这卑鄙的宗门走狗，给我破！田小森这手奇招彻底激怒了玄冥子，他决定立刻终结这场闹剧，好好感受绝望的滋味吧。混沌归一！哼！一群没用的东西，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的挣扎毫无意义。去死吧！救命啊！哼！一群没用的东西，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的挣扎毫无意义。去死吧！救命啊！是四过崖下山洞里的老前辈。后辈小子，你可曾记得老夫说过的话？我只记得前辈突然把我敲醒了，我的头现在还疼着呢。你这小子怎么满脑子记的都是这些没用的环节？老夫最后再和你说一遍，混沌道法的真谛并非循规蹈矩，而在于随心而行，意念先于形态，心念主导方向，不必拘泥于那些刻板的法诀。当问己心，此刻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此刻玄冥子正向我们袭来，我想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既然那玄冥子这么渴望力量，我想让他不断获取新的力量，让他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得意，最后因过度膨胀而走向毁灭。田小森，你这个蠢货，你竟然在帮我突破修为！哇！我感觉到了，我即将触摸到境界的顶点了。正当玄冥子还以为田小森是在帮自己突破修为之时，他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膨胀出来。他能清晰的感觉到，力量早已灌满他体内的每一处经脉，可这股力量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还在源源不断的滋生壮大。不对，停下，快停下！为什么会这样？我的身体……那应该匆匆忙忙，有男有女。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嚎过后，宗主的身体彻底自我崩溃，分解成了亿万颗金色光点。曾经不可一世的宗主，就这样被他自己最渴求的力量彻底净化了。漫天光点如萤火虫般飘散，照亮了几人呆滞的脸蛋。小森，你怎么了？混沌道法用得太猛，身体撑不住了，我马上就要晕过去了。不齐，快扶小森回去！与宗主玄冥子的大战落幕后，幸存的长老与弟子们尽数汇聚于大殿内，而田小森和林清雪并肩立于大殿中央。眼下宗主已灭，真相大白，青云宗百废待兴，众人的心里都盼着能有个靠谱的主心骨来执掌局面。田小森，你于危难之际拯救宗门，于混沌之中拨乱反正，此乃天降大任也。老夫代表青云宗上下，恳请你接任宗主之位，带领我等重振青云。恳请田师兄接任宗主之位。一旁的林清雪看向田小森，眼中带着一丝期待和笑意。要知道，成为宗主乃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荣耀，可田小森对此却毫不在意，甚至还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当宗主每天要开会吗？要批阅文件吗？是不是还要早起？此乃分内之事。那算了，太麻烦了。我这人天生懒散，只想吃饭睡觉，偶尔管管闲事。当宗主这种累活不适合我。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拒绝的如此干脆。要说当领导，还得是赵天骄啊！他为人正直，做事有规矩。虽然以前脑子有点一根筋，但现在想必也已经想通了。拨乱反正，你也有一份功劳。这烂摊子，你比我更会收拾。我推荐由赵天昊暂代掌门之职。我愧对宗门，愧对长老们的教诲，我会暂代此职，稳定宗门秩序。待宗门走上正轨后，我便会卸任远游。就在此时，一个传音罗飞到了田小森面前。老大，师姐，我给你们炖了灵鸡汤，咱们这是开完会了吗？小雪雪，走，咱们下山喝汤去。叫谁小雪雪呢？就这样，在所有人震惊或敬佩或不解的目光中，田小森拉着林清雪，潇洒地走出了主殿，走向了那片属于他们的世界。数月后，一个挂着歪解万事屋木牌的农家小院里，田小森和林清雪正躺在院子里的摇摇椅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而作为食堂帮厨的朴不齐，则在一旁烹饪着美味佳肴。此刻的他们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咸鱼生活。田神仙、林仙子，求求你们发发慈悲吧！我们村里的农作地都快干裂了，再不下雨，今年的收成可就全完了。老大又来生意了。贫道今日略觉乏累，不宜再施神通，你且回吧。好。
既然你如此有心，那贫道便勉强帮你这一回吧。看我的！降雨柱，我放。哦，是雨雨，老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下雨雨的，仙人好神通啊！哎呦我去！老大，你是肚子饿了，想吃鱼了吗？小三，快停下！啊，我说的是降雨术啊，怎么变成降鱼术了？